救命！谁能想到，3年前被我假死甩掉的俊俏小书生，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金陵最热门的状元郎谢燕，还在婚礼当天来抢亲了。谢大人，当年的事是个误会。我其实是为了误会。当年假死是误会，我做了1000多个日夜的官夫，也是误会。我沈家3代单传，必须招赘。谢大人满腹才华，我若带你回家入赘，会断了你的仕途。谢燕，我是为了成全你，所以你就抛弃我，给我一个弯夫独守空坟，你成全的是你的家族，不是我。那你想怎样？不知你们沈家缺不缺一个新科状元做赘夫？可你的钱，你就是我的前程，沈之意，你别想再逃了。我叫沈之意，是江南首富沈家唯一的血脉。在大庸朝，女子出嫁从夫是天经地义，但在沈家是反着来的。沈家3代单传，100年家业全献于女子一身。招赘是沈府流传了100年的传统。之意，我们沈家的女子都是要招赘的，你一定要像娘亲和祖母一样，找一个出色的赘妇。那要是我的夫君想考状元当大官呢？傻孩子，做了沈家的赘婿，此生便与功名无缘。他唯一的使命就是守着沈府，护你安稳。3年前，我在乡下避暑时救了一个跌落山崖的穷书生，他叫谢燕，虽家境贫穷，却生得一副好容颜。醒醒！我承认，我见色起意，不是，我对他一见钟情了。我隐瞒身份，同他在山野间做了半年夫妻。芝芝，这是我用抄书钱买的银簪，等我高中，一定给你换一只最好的金簪。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如一颗心被你俘虏，就流浪在你怀里的国度。我演你手掌心的纹路，砌成我的追逐。那时候我以为可以与他天荒地老，可沈府的家书一封比一封急，父亲母亲都在催我回家招赘。宿贵，谢燕立志考取功名，可赘婿地位卑微，不得从政。于是我亲手做了一场假死的戏，与他两清。乖女儿，你可算回来了，及笄了就是大姑娘了，是时候娶个赘夫了。乖女儿别叹气了，爹爹把江南排得上号的青年才俊全给你扒拉过来了。来，上赘夫名册。不是吧？威武镖局的少东家，祖上出过5状元，你看这体格，入赘咱们家绝对能护你周全。胸肌比我还大，一天得吃3桶饭，养不起。下一个，江南大儒王老先生的独孙，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沈小姐，看起来像要死在我前头，晦气！不要不要！京城盐商刘家的幼子，家里穷的只剩钱了。他爹说了，只要你点头，陪嫁10座金山，强强联手啊，女儿。妹妹，哥哥这块腹肌想不想摸？太油了，我的眼睛，抬走！什么歪瓜裂枣，连谢燕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乖女儿，你说什么？没，我说我都不满意，宁缺毋滥。哟，志毅堂姐回来了呀！志毅堂姐2年了都没挑中一个赘夫啊，眼光也太高了。我大方的是，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旁支指手画脚？旁支又如何？我爹虽然是祖父抱养的，但我肚子争气啊！我儿子可是沈府唯一的男丁，当年祖母的遗嘱可是写了，若长房及笄3年未招赘，沈家的当家主母之位就得交给我们2房了。姑母，不如您今日就把沈家库房的钥匙交出来吧。
沈娇，你少做白日梦。就算我明日去大街上拉个乞丐入赘，也轮不到你来碰沈家。你最好说到做到，明日我看你上哪编个赘婿出来，走着瞧。之意是爹娘没用，没挑到能入你眼的赘夫。娘知道你心里苦，你不愿意将就。娘，我和你父亲已经商量过了，这当家权，他们想要就给他们吧。娘，这可是沈家100年的家业，家业再重要，也比不过我女儿。这是我和你父亲给你存下的银票、私宅、地契，就算不当沈家家主，也足够你一生荣华富贵、自由自在。娘当年招你爹，是因为娘心里有他。若让娘的心肝宝贝找个不爱的男人过一辈子，唉，娘宁可这沈家毁在我手里。我若拿钱一走了之，二舅岂会给爹娘留活路？当年我连最爱的人都能舍弃，如今还舍不下这自由身吗？娘，爹，这当家权我们绝不能让。可是之意，你明日不是个黄道吉日吗？爹，咱们搭高台，抛绣球招亲，只要愿意入赘，砸中谁，谁就是我沈之意的夫婿。好，爹这就去办。爹向你保证，明日来的绝对都是爹和娘亲自把关过，全城最好的青年才俊。最好的又如何？终究不是他。夫人，我就说这招以退为进管用吧。别贫了，还不快去安排！明天高台下的人必须是家世清白、模样俊俏，还得性子软和好拿捏的。尤其是李员外家的小儿子，长得白净，还懂医术。明天让他站前排。放心吧，夫人，明天绝对给咱们闺女挑个十全十美的赘婿回来。选新科状元谢燕进殿。此子绝非池中物，若是能招为老夫的乘龙快婿，拉倒吧，你没听说吗？这位新科状元可是个官夫，听说他对王妻情深意重，赶考都带着王妻排位。臣谢燕参见陛下。好，好啊！我大雍朝终于出了一个连中3元的状元，朕喜得良才，该重重赏你。听闻你尚未有正室，朕的安平公主对你颇为倾慕，朕意欲将公主下嫁于你，你意下如何呀？微臣叩谢皇恩，但微臣不能娶公主。为何？微臣是个官夫，心中只有王妻一人。况且律法规定，驸马不可入内阁。微臣苦读10载，是想做陛下手中的利刃，求陛下成全。好一把利刃，朕准了。怎么办？陛下英明，大好男儿，当为社稷效力。来人，赐状元郎金鞍白马，即刻跨马游街。微臣领旨。小姐，今天真是个良辰吉日。不仅沈家要抛绣球，新科状元跨马游街也在今天呢。听说那位状元郎长相十分俊朗，名字也好听，好像叫谢燕。什么？谢燕？谢燕家贫，虽有满腹经纶，但连饭都吃不饱。这一路的路费和打点，他根本出不起，拿什么考状元？罢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3年了，我该放下他了。小姐，今日还是带您最宝贝的银簪吗？哎呦，好姐姐，今天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还留着从乡下买的这只破银簪？破铜烂铁，带出去真是丢了沈府的脸！还给我！一个破银簪而已，不知道稀罕什么。待会儿就让你捡个叫花子当相公！沈之意，你敢打我？记住你的身份。就算我现在没有招赘成家，我依然是沈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沈之意，你给我等着！翠竹，叫工匠用最好的材料把簪子修好。小姐，那今日不带它了，换一只吧。簪子断了还能修补，可当年那场梦早就碎了。芝芝，这是我用抄书钱买的银簪，等我高中，一定给你换一只最好的金簪。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今日是小女之意抛绣球招亲的日子，不论出身贵贱，不论家财几何，谁接到绣球，谁就是我沈家的女婿。
各位公子可要看准了。沈小姐看我，我不要彩礼，我自带万两黄金入赘。沈小姐选我，我武功高强，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想招个如意夫君，保住家产，做梦！还好我安排了叫花子，等你身败名裂，沈家就是我的了。罢了，砸中谁都是命。中了，之意，之意。谢燕，完了，真的是谢燕！要命，我可是死顿了，不能出现在他面前啊！恭喜谢兄喜得良缘，那可是江南首富沈家的绣球啊！听说沈家大小姐不仅沉鱼落雁，还有10几个钱庄宅子傍身啊！恭喜谢兄财色双收啊！我已有发妻，此生只认她一人。哎，谢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去退婚。哎，之意呢？嘿，我的乖女儿，你趴在地上干嘛？快起来！你看你砸中谁了？爹，刚才沈娇绊了我一跤，我腿折了。哎呀，好疼！办得好啊！沈娇这丫头总算干了件人事。乖女儿，你这瞎猫碰上死耗子，竟然砸中了新科状元，咱们沈家祖坟冒青烟了！不行，爹，别人都可以，就他绝对不行。为什么？晚生谢宴，拜见沈老爷、沈夫人。死定了！哎呦，谢大人，免礼免礼！状元郎能接住小女的绣球，真是天赐的良缘呐！沈老爷，承蒙错爱，但这绣球晚生不能接。哎呦，使不得，在咱们沈家，老头子说了可不算，我夫人做主。沈夫人，沈家规矩，女子当家，招赘娶夫。晚生初来乍到，冒犯了沈夫人和沈老爷，晚生在此向2位长辈赔罪。沈夫人以女子之身掌舵沈家，不仅将江南这数十家钱庄和商铺打理得井井有条，更是年年施粥济民，治家严明。夫人的才干与魄力，晚生十分钦佩。只是这是为何？可是嫌弃我沈家商贾出身，嫌弃赘婿的身份丢人。晚生是个官夫，已有结发妻子，与我恩爱两不疑，但已阴阳两隔。晚生曾发誓，此生除了她，绝不再娶。谢燕，你个傻子！温良恭俭，重情重义，这简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绝世好男人啊！夫人这话说的，我当年追妻的时候，也是痴心一片。要我说，这小子也就勉强和我打个平手。闭嘴，回去再教训你。谢大人，感情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不如谢大人先见见小女再做决定。我女儿可是江南第一美人。你别过来啊！沈小姐，有礼了。沈小姐，之意，谢大人跟你说话呢。谢大人见笑了，小女比较害羞。之意，还不见过谢大人。沈小姐不必勉强，晚生心意已决，告辞。快说话呀！小女子恭喜谢大人高中状元，大人慢走，不送了哈。这声音，你再说一遍。沈小姐为何不敢见人？不是吧，这都能听出来？不管了，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只要我死不认账，他还能当街咬我不成？谢大人见笑了，小女子偶感风寒，怕惊扰大人。芷芷，
还好本小姐机智，谈恋爱用的假名。大人，您认错人了吧？小女子名为知意，并不是芝芝。不可能，世间怎会有如此相像之人？声音、容貌都一模一样。芝芝，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谢大人，小女自幼长在江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人莫不是因思念亡妻过度，瞧花了眼？是啊，大人，天下相像之人何其多，我家闺女从小娇生惯养，您可别吓着她。沈小姐，我要听你的解释。大人说的芝芝，莫非是？实不相瞒，我有个妹妹，乳名叫芝芝。3年前她在乡下不慎坠落山崖。咱们家什么时候有个跌落山崖的二小姐了？你问我，我问谁呀？那是沈家的家丑啊！只知那孩子身子弱，一直养在乡下，谁曾想竟与我们天人两隔。知意啊，你别怪大人，大人太过重情重义，才被你这张脸勾起了伤心事。3年前跌落山崖，芝芝，他说他叫沈芝芝，家境贫寒，双亲早亡，家里只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哥哥。谢烨，这么离谱的瞎话你都信？妹妹她怕连累沈家的名声，才编了这些瞎话。谢大人，私人已逝，还请节哀。既然大人对亡妻情深意重，这门亲事自然不作算。爹娘，快送送谢大人！只要谢烨走出这道门，我明天就跑路。这江南首富老娘不当了。慢着，大人这是何意？亡妻在3年前意外身亡，此事疑点颇多。谢某有一个不情之请，想在贵府暂住数日。在下与亡妻日夜相伴，从未发觉他有虚弱之症。他上树翻墙，如履平地，有回去村口买肉，被屠户家的大黑狗追了2里地。谢烨，你凭什么被狗追啊？我不要面子的吗？这恐怕不合规矩吧？小女尚未出阁，家中住着外男，对她的名声……沈夫人多虑了，陛下亲自命我以钦差身份巡查江南吏事。如今我怀疑亡妻之死另有隐情，借助沈府查案，合情合理。谁敢非议，便是与朝廷为敌。造孽啊！完了，引狼入室了。谢大人一路舟车劳顿，观澜阁已经收拾干净了，那儿清静，无人打扰，最适合大人查案。对，把他安排得越远越好。亡妻似乎藏了许多秘密，为了方便搜集线索，在下希望住在知意小姐附近。大人，我女儿尚未出阁，您是外男，这不合适啊。哎呀，谢大人这样的人中龙凤来沈家查案，真是三生有幸啊！知意堂姐，你们大房竟然还推三阻四。谢大人，您来牡丹阁的话，我们定会把大人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是何人？民女是沈家二房的。大人，您千万别被大房骗了。我在沈家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过大房有叫沈芝芝的二小姐。沈娇，你算什么东西？我大房的家事，难道还要向你一个旁支汇报不成？我呸！我看那个沈芝芝就是个骗子，满嘴谎言，就是为了诓骗谢大人的真心。大人，民女为您鸣不平啊！那沈芝芝肯定是个贱。闭嘴！此女当众辱骂朝廷官员亡妻，来人，拉出去掌嘴20。放开我！你们敢动我！知意小姐，我的住处就安排在听竹轩吧，那里离你最近。乖女儿，你给娘老实交代，沈芝芝到底是谁？爹娘，我承认3年前我去乡下避暑，化名沈芝芝，和他有过一段……哎呦喂，我的祖宗哎，这可是新科状元郎啊，皇上面前的红人。女儿啊，她要是嫁进沈家，这江南谁还敢给咱们甩脸子？乖女儿，你们俩是天作之合。娘，爹，你们清醒一点，他如今高中状元，手握重权，怎么可能自毁大好前程，来咱们沈家当个赘妇？如今他大权在握，若是他知道我不仅骗了他的感情，就连沈芝芝这个名字和身世都是假的，
他定会剥了我的皮，甚至把沈家都连累进去。乖女儿，你平时玩玩穷书生也就罢了，怎么偏偏始乱终弃了状元郎？爹这回是真护不住你了。慌什么？只要查不出来不就行了？之意，你老实告诉娘，你对他还有没有情？娘，你放心，我知道孰重孰轻，不会因为一己私情连累沈家的。就让他以为沈芝芝真的死了吧。小姐，您的银簪修好了。爹，我都说了我不饿。沈小姐，听闻你身体不适，谢某特来探望。谢燕，她怎么会来？不好，簪子。沈小姐，晚宴上你未曾用膳，我让厨房做了碗粥。黄鼠狼给鸡拜年。有劳谢大人，小女已经好多了。沈小姐不必拘谨。莲子羹，我只是想再多问一些关于你妹妹的事，她可有什么贴身信物，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习惯？我不知道，我与她多年未见。是吗？可我总觉得沈小姐身上有我熟悉的气息。你干什么？别动，你头发上有片落叶。完了完了！沈小姐，你的这只银簪为何与我送给王妻的定情信物一模一样？沈小姐，你的这只银簪为何与我送给王妻的定情信物一模一样？这是我妹妹留下的遗物，做姐姐的留作念想，有何不可？难道大人连我妹妹的遗物都需要抢吗？是吗？看来是我误会了。王妻生前最爱吃甜食，可她却从来不碰莲子羹，因为吃一口便会浑身起红疹。不知小姐爱不爱吃莲子羹？她在试探我。我与妹妹不同，我对莲子不过敏，而且特别爱吃。万一她真的是，我怎能拿她的命去赌？别吃了。今日若我不吃，她便会一直心存侥幸，长痛不如短痛。谢燕，我们就此两清吧。不要喝！好吃，多谢大人款待。这莲子羹炖得极好。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谢大人，我说了，我对莲子不过敏。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没有红疹，喝了一整晚，竟然真的没事。你真的不是他？小女并非大人的亡妻，斯人已逝。谢大人，请节哀顺变吧。芝芝，你真的离开我了吗？谢燕，对不起。谢燕，对不起。罪主，小姐，您的脸怎么回事？
您怎么喝了莲子羹？奴婢这去请大夫。别走正门，有锦衣卫。小姐。谢燕，你是谁？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在下是李景慈，知意小姐抛绣球那日，景慈也在台下。小姐，您可算醒了。崔主，李公子怎么会在这儿？夫人跟奴婢提过李公子精通医术，奴婢不敢去医馆，大门又有锦衣卫看守，奴婢只好钻狗洞去请李公子。那李公子也是钻？事发突然，景慈只好做了一回小贼，还望知意小姐莫怪。崔主，谢大人可有什么动静？谢大人离开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听竹轩里，连早膳都没让人送进去。总算把他糊弄过去了。那他身边的锦衣卫呢？也不见踪影。看来昨晚打消了他的疑虑。好极了，趁他病要他命。不是，趁谢大人有事，送李公子离开，去取1000两银票。知意小姐，银票就不必了。治病救人是景慈分内之事，收了银子就成了买卖。景慈反倒希望小姐欠下我这个人情。李公子大义，知意佩服。改日沈家定当备厚礼，亲自登门道谢。今日我先送公子出府。有劳小姐。小女并非大人的亡妻，斯人已逝。谢大人，请节哀顺变吧。他真的不是芝芝。大人，属下发现，昨夜李员外的小儿子李景慈偷偷进了沈小姐的院子。怎么回事？李景慈不仅是沈夫人看中的赘夫，还是同仁堂的坐馆大夫。大夫，大人，您千万别被大房骗了。我在沈家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过大房有叫沈芝芝的二小。沈娇，你算什么东西？我大房的家事，难道还要向你个旁派汇报不成？我与妹妹不同，我对莲子不过敏，而且特别爱吃。大夫深夜潜入沈家，难道昨晚他吃了莲子羹后？沈之意，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走！大人，你要干什么？去会会这位不走正门的好大夫。小姐，你的身体还未……无妨。哟，我当是谁呢？原来堂姐在私会野男人啊！沈娇，张嘴还没让你学会规矩吗？沈之意，你真是好手段，一边跟状元郎不清不楚，一边又藏了俊俏小郎君，光天化日拉拉扯扯，我看你是不想要清白了吧？若大夫与病人稍有接触，便是毁了清白。那看病的夫人小姐们，岂不是都没了清白？你强词夺理！沈娇，你张口闭口就是女子清白，沈家女子当家党权，靠的从来不是那些贞洁牌坊，
怪不得二房的胭脂铺和成衣店连年亏损。就你这样不尊重女子，随意造谣生事，哪家夫人小姐敢光顾你的生意？就算我把沈家交给你，你接得住吗？家业迟早败在你手里。沈之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谢大人根本看不上你。人家可是当朝状元，怎么可能给你当赘妇？他跟你成亲，就是全天下的笑柄。生意做得再好又怎样？招不到赘妇，我看你拿什么保住大房？谁说他招不到赘妇？在下李景慈，正是沈家未来的赘婿。我与之意正在商议婚期。谁说他招不到赘妇？在下李景慈，正是沈家未来的赘婿。我与之意正在商议婚期。商议婚期？我怎么不知道？商议婚期？他怎么来了？这活阎王怎么来了？得撤！不过一夜未见，沈大小姐就又看上别人了。谢大人，您怎么来了？陌生人出现在沈府，本官有权来查探一番。李公子不是同仁堂的坐馆大夫吗？怎么会在沈府？自然是因为知意小姐的。要是让谢焱知道我对莲子缸过敏，就全完了。小女找李公子来是为了……知意小姐找景慈来，是为了知意小姐的婚事。沈小姐，她说的可是真的？不错，我与李公子情投意合，不日便要成亲。知意小姐可还记得，那日你的绣球砸到了本官，全金陵城的百姓都看见了。知意小姐可还记得，那日你的绣球砸到了本官，全金陵城的百姓都看见了。谢大人，您对亡妻的情深意厚，无人不知。想必您无意入赘沈家，也无意自毁前程，何不成全知意和我呢？为何我会心烦意乱？我心中只有芷芷一人，她只是芷芷的姐姐。对，看在芷芷的面子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跳进李家的火坑。情投意合，同仁堂负债累累，连你父亲的宅子都抵了出去。你此时跑来当首富沈家的赘婿，难道不是为了沈家的钱吗？我没有，知意，我家的账目确实出了问题，但我对你绝非利用。有所图谋，那正好，各取所需，互不相欠。我不在乎，我沈家最不缺的就是钱，我愿意替他填这个窟窿。谢大人，我妹妹已经死了，沈家的家事就不劳您这个外人费心了。你放开我！沈之意，你最好别骗我，我这一生最恨别人欺骗我。总算打发走了。知意小姐，李公子，我们的交易还作数吗？你还愿意？你有所图，我有所需，我们各取所需，岂不比虚无缥缈的情爱牢固得多？就让这场闹剧尽快结束吧。芷芷，张大哥，借你的钱，我会尽快还的。谢老弟，手冻成这样还去抄书啊？你和芷芷都是苦命的孩子啊。等我考取了功名，定要送他更好的。芷芷看到这个，肯定很开心。为什么看到他护着李景慈，我会如此烦躁？不，我此生只认芷芷一人。来人！大人有何吩咐？传话给沈夫人和沈老，让他们准备好沈府近3年的账务开支，以及府中上下家仆的口供，亲自去取。乖女儿，放心吧，爹把下人都敲打了一遍，二小姐爱哭还是爱笑，喜欢吃什么糕点，都背得滚瓜烂熟。咱们沈家这点能力还是有的，
光有人证怎么够？娘连夜让账房做了假账，看诊、抓药、请奶娘，全部记录在册。再说了，二房每年要亏10几万两银子，从烂账里挪一笔，神仙都看不出破绽。人证物证俱全，就算他是钦差，想跟我沈家斗心眼，还是嫩了点。娘，爹，谢燕可是连中3元的状元郎，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万一……闺女儿，娘都想好了，等风头一过，娘就让你和锦慈成亲，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放心吧，乖女儿，有爹娘在，他谢燕绝对查不出来。哦，是吗？不想让本官查出什么？不想让本官查出什么？谢大人，我们是怕您看到小女花钱大手大脚，有损沈家的节俭门风吗？是啊，沈家的女儿都是金尊玉贵的宠着的，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也得想法子给摘下来。我们这么装傻真的有用吗？是吗？本官觉得沈家的账，很有趣。哟，大清早的就这么热闹啊！二弟，爹，你们怎么来了？堂姐姨母，按照祖母遗嘱，最后期限已过，堂姐仍未招赘，当家主母的位置，大房该让出来了。放肆！沈娇，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大姐，别怪二弟不讲情面，沈家立足江南100年，靠的就是信誉。如今白纸黑字在此，大房若想赖账，毁的是沈家的声誉，以后谁还敢跟我们沈家做生意？执意啊，这是你祖母临终前的遗嘱，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就让你母亲交出来吧，切莫让你祖母在天之灵难安呐！你们欺人太甚！沈之一，你干什么？当着祖父的面，你还想撕了不成？这份遗嘱是假的。什么？这份遗嘱是假的。沈之一，你血口喷人！大姐，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为了当家权，竟然敢编造瞎话，品行低劣，大逆不道，不配掌管沈家家业。够了，之意，不要胡搅蛮缠，丢了沈家体面，让你祖母在九泉之下不得安息。当年北境战事频发，祖母心怀慈悲，见不得前线将士和百姓受苦，拖着病身亲赴前线筹集军饷。祖母那样顶天立地的女子，真的会留下这样的遗嘱吗？祖父，我只问您一句，当年祖母在北方病逝时，您就在她身边，对吗？不错。那就奇怪了，祖母在北方病逝，按理遗嘱用的是当地的印泥，可这张纸上的印泥色泽鲜艳透亮，分明是江南特产龙泉印泥。死丫头胡说什么？印泥不都长一个样？之意是祖父没说清楚，那盒印泥是我当年随身带去的，我一把老骨头了，还会骗你不成？沈之意，你少拖延时间，遗嘱在此，你今天不交也得交。沈家这戏真是精彩啊！不仅遗嘱造假，账册也有问题。不会真让他发现了吧？让你跟闺女吹牛。近几年二房名下的钱庄共有60多万两白银，不翼而飞。是一场盈亏乃常事，沈家家大业大，还亏不起这点银子了。就是钦差也管不到别人家务事上吧？60万两白银也只是经营不善，我有理由怀疑沈家二房与吏治腐败脱不了干系。你们沈家着实有趣，一个商户的遗嘱，用的竟然不是普通的宣纸，这是皇家才能用御用诚心纸。沈老太爷，不如您解释一下。沈老太爷，不如您解释一下。我就知道，娘，当年母亲不顾病体赶往前线，我与她大吵一架，我以为她怪我不懂民族大义，对我存了怨气。哪怕遗嘱再荒谬，这么多年我都咬牙认了。我以为是母亲对我的惩罚，
结果居然是你们在捣鬼！谢大人，这遗嘱分明是伪造的，求大人为我做主。谢大人，是老夫一时糊涂啊。王妻临终前的确将家业传给了大房，但那份遗嘱在战乱中遗失了。王妻眼里只有大房，老二是我抱养的，从小便不重视老二，老二心里一直有怨气。唉，我怕二房为了家产与大房反目，所以才伪造这份遗嘱，是为了逼大房尽快招赘，诞下子嗣，断了二房的念想。至于这诚心纸，是一位故友所赠，我并不知此纸如此贵重，是老朽险些酿成大祸，求钦差大人看在我一片苦心的份上，从轻发落。家务事，本官无意插手，但伪造文书、动用御用之物，乃是欺君，本官会如实上报。多谢大人，都是我这逆子惹的祸。从今日起，收回二房的铺子，全部交还大房。你们父女俩给我滚回祠堂，没我命令不准出来。是，父亲息怒，我们这就走。爹，祖父，沈之意那个贱人当众羞辱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不能就这么算了。爹，那个谢燕摆明了护着沈之意，他还发现了账册上的亏空，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找个由头做了他。混账东西！他是皇帝钦派的钦差，他查案出了意外，皇帝会把这里查个底朝天，到时候只会坏了宁王殿下的大事。那我们就这么忍着。谢燕已经盯上了二房，我们瞒不了多久了。祖父，既然动不了谢燕，那我们就先毁了沈之意。只要他身败名裂，成了个残花败柳，我看谢燕还会不会护着他。到时候沈家还是我们的。胡闹！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堂姐，是沈家的血脉。我爹还是您亲儿子呢。住口！在外不许再说这种话。祖父，您顶着赘婿的名头忍气吞声了一辈子，难道就不想扬眉吐气吗？二房这些年都是为了帮您夺回沈家呀。等我们拿到当家权，这沈家就改姓，你也做回名正言顺的老太爷。罢了，别伤了他性命，给个教训就行了。谢大人，你跟着我做什么？府中赵国二小姐的家谱口供我已全部看完，他们对于府中的事务说法各异，唯独对一件事口径出奇一致。不好！按理说每个人的印象总会有些许主观的出入，为何沈府上下对二小姐的印象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呢？这有什么奇怪的？妹妹生性内向，下人们对她印象不熟，自然也说不出什么花样来。是吗？怪事可不止这一件。二房亏空的60万两，账目毫无破绽，若无内应，绝无可能。沈小姐身为沈家的继承人，对账目可是了如指掌。谢大人，我监守自盗，搬空自己家。或许是沈大小姐想借本官的手铲除异己呢。在真相查明之前，你去哪儿，本官就去哪儿。我信你个鬼！哎呦，沈大小姐，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还是老样子，桂花糕来2盒。来2个。不了，今天想换换口味，来2个咸口的萝卜糕。好嘞。这位公子瞧着气度不凡，想必就是沈小姐选中的乘龙快婿吧？真是郎才女貌，天赐良缘啊！老板，你别乱说。缘分嘛，当然是上天安排的最妙了，自然要寸步不离的守着。谢谢，你说什么呢？小的这就去拿糕点。知意小姐，在下跟着你跑了这大半个金陵城的商铺，有些口渴，不知能否劳烦小姐帮本官买1碗凉茶？谢大人，您身边没锦衣卫吗？锦衣卫都被派去查案了。怎么，沈大小姐连1碗凉茶都不愿请本官喝吗？好，等着，我这就去买。不过我提醒大人，我现在可是嫌疑人，不怕我给您下药的话，您就放心大胆的喝。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流氓，真不知道我当。我妹妹当时怎么看上你的？沈小姐，您的萝卜糕好嘞。
老板，这萝卜丝糕闻着确实不错，想必是知意小姐的心头好吧？公子这可就说错了，沈大小姐爱吃甜食，最爱吃我们家的桂花糕了，每次买都嘱咐我们多放糖呢。今天点咸口的，估计是跟您闹脾气呢。公子，您可得多买2盒桂花糕，哄哄她。谢大人，我只是去巡查自家钱庄的生意，你也要跟着吗？沈家账目亏空巨大，你作为大房主事人，有重大嫌疑，监视嫌犯是我职责所在。倒是沈小姐，本官听说3日之后你便要与李公子成亲了，是又怎样？大喜之日将近，新娘不在家中备嫁，反而出来查账，看来沈小姐对这桩婚事也没那么上心。这绸缎庄、布庄、首饰铺、胭脂铺，加起来也有好几万两了。沈小姐的算账方式倒是别致，只是为何不用算盘？谢大人有所不知，我娘自小便将我当作沈家继承人培养，自我记事起，学的就不是女工女剑，而是算术理财，区账目，心算足矣。姑娘，一共是28文钱。不对，1斤五花肉12文，我这块称出来是1斤半，应是18文，你多算了10文。哎呦，是俺算错了，姑娘你这脑子可比我这算盘快多了。你究竟是谁？完了，是哪里露馅了？他认出我了，我……小心！3年不见，他的胸膛比以前宽厚了许多。从第一支箭射进来开始，你竟一点都不慌。沈家钱庄富可敌国，想绑架我勒索赎金的土匪，每年总有那么几波，暗中保护我的沈家护卫也不是吃素的。保护小姐！谢大人不必担心，沈家护卫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手。不对劲！小姐，有埋伏，他们不是土匪。军中阵法，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死士，不是冲着钱来的。小溪，你何时学会的轻功？哦，知意小姐何出此言？莫非你以前认识我，知道我以前不会轻功？非也非也，我以为读书人大多手无缚鸡之力，未曾想大人竟是文武双全，一时惊讶罢了。好险，差点露馅儿。沈大小姐国色天香，必须给咱兄弟留着乐呵乐呵。乐呵！就凭你们，也敢碰她一根头发？姓谢的，这是沈家的家务事，与你无关。识相的就滚开！兄弟们的刀剑可不长眼。今日这事，我管定了。哈哈哈哈哈哈！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的清白。给我上，活戳！是。小心！给我上！
我出！姓谢的，武功再高又怎么样？你护得住前面，护得住后面吗？住手！大人受伤了，去找大夫，撤！追，一个不留！谢烨，你别死，大夫马上就来了，你撑住！别哭，我这一生求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芝芝？谢烨，你醒醒，你看看我，是我是芝芝啊！谢烨，对不起，我骗了你，我没有死，我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是为你好，我错了，谢烨，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求求你，只要你活着，我什么都依你。这可是你亲口承认的，芝芝，果然是你，我终于找到你了。芝芝，这3年，你有没有像我想你一样想过我？谢烨，你没死啊？金丝软甲，刀枪不入，虽不能完全抵消力道，但保住性命足矣。你算计我，你故意装死，就是为了逼我说出真话。谢烨，你真是个混蛋！别走！放开我！啊！谢烨，你发什么疯？快起来！你的体温怎么这么高？那刀上有毒，是情毒。如此下作的手段，我不会放过你的。谢烨，你中药了，你清醒一点。芝芝，我很清醒，3年前你选择沈家，抛下了我，如今解药就在你身上，选择权在你的手里。芝芝，这一次你还会抛下我吗？芝芝，我做了1000多个日夜的官府，这3年的债，你打算怎么还？我哪怕只有一次，你梦到过我吗？梦里的我也像现在这样对你吗？还是说比现在更过分？3年过去，他不仅学会了武功，连勾引人的手段都比从前高明了。谢大人长进了，你这勾引人的法子从哪学来的？是不是也对别的女子使过？芝芝，除了你，我谁都不在意。我的心早就跟沈芝芝一起埋进土里烂掉了。若我有一丝一毫对不起，就让我遭天谴，千刀万剐，永坠地狱。谢烨，你是3品大员，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你若入赘沈家，10几年的寒窗苦读就全毁了，你会沦为全天下的笑柄的。说到那又如何？没有你，我要这锦绣前程有何用？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愿意做一个被世人嘲笑的赘婿。谢烨，你个疯子，我当真栽在你手里了。芝芝，交给我。大人，找到大夫了。你来的真是时候啊！大人，找到大夫了。既然大夫来了，我还有要事，就先告辞了。芝芝，你来的真是时候啊！属下快马加鞭，幸不辱命，为大人寻来了最好的大夫。是啊，再晚来片刻，本官的毒就自己解了。啊，竟还能不药而愈，大人真是吉人天相。
把药拿来。大人外伤未伤及要害，情毒也已用解药压制，但还需静养，切勿动气。我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是为你好，我错了，谢烨，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求求你，只要你活着，我什么都依你。谢烨，你个疯子，我当真栽在你手里了。知意小姐呢？回沈府了。回大人，沈小姐说沈府里还有要事，已经先行离开了。换新郎一事确实需要跟伯母伯父提前告知，还是只知想得周到。原来是这样吗？像你这种单身汉当然不懂女人在想什么，跟你说了也白说。对了，你立刻将我这些年积攒的俸禄、银票，还有陛下赏赐的那些金银玉器全部整理出来，列一份清单给我。啊，大人，您要这些做什么？要查案？查什么案？本官要入赘沈家，自然要提前备好嫁妆。嫁妆？大人，您是朝廷3品大员、新科状元，怎么能去入赘？况且，安平公主当年对您有资助之恩，若是她知道了，公主与我是君臣之义、知遇之恩，我没齿难忘。但这与男女之情无关，我心中从始至终只有芝芝一人。芝芝，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跑掉了。小姐，您可算回来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是二房那边又闹事了？不是二房，是安平公主，公主在正厅等您呢。公主？她怎么会来找我？你就是沈之意？民女沈之意，参见公主殿下。沈小姐，本宫今日来是为了什么？你应该心知肚明吧？民女愚钝，还请公主明示。明人不说暗话，谢燕是本宫看中的人，她拒绝了赐婚，最后居然选了你一个满身铜锈的商贾之女。民女与谢大人是两情相悦，谢燕年轻气盛，被你迷了心窍。她若成了沈家赘婿，你只会成为她仕途上最大的污点。你口口声声说爱她，就是想亲手毁了她吗？我从未想过毁她前程。那就证明给我看，只要你断绝与她的往来，本宫可以保她平步青云。你是想让她做风光无限的状元郎，还是想让她因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沈之意，你自己选。跟我在一起，真的会害了她吗？沈之意，你自己选。跟我在一起，真的会害了她吗？谢燕，你是3品大员，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你若入赘沈家，10几年的寒窗苦读就全毁了，你会沦为全天下的笑柄的。说到那又如何？没有你，我要这锦绣前程有何用？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愿意做一个被世人嘲笑的赘婿。您说的这些，民女都懂。因为3年前，民女就是因为这些理由亲手推开了他，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就替他做了决定。我以为舍弃感情就能成全他的大好前程，可我错了。如果高官厚禄的身份要靠牺牲爱人来换，那这官位不做也罢。你就这么喜欢他？就算谢燕不再是钦差，不再是状元，只是个清贫小书生，我也愿意陪他吃糠咽菜，重回乡野草棚。3年前我当了逃兵，这一回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陪他一起跳。天真，你以为你们2个人的决心就能对抗这世俗的眼光和人心的叵测？你太小看一个男人的自尊心了。方嬷嬷，您是祖母的贴身丫鬟，祖母去世后，您不是回乡养老了吗？怎么会？方嬷嬷，祖母去世后，您不是回乡养老了吗？养老？我险些进了鬼门关。若非公主救命，老身早已西去。大小姐，你真以为你祖父跟你祖母真的恩爱了一辈子？祖父祖母相敬如宾几10年，这是全金陵都知道的事。那是因为你祖母有权有钱，强到她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可她又恨呢，恨自己因为入赘不能参加科考，恨自己操劳家务，外人却笑她是沈家养的一条狗。你祖母忙于生意，经年累月不着家，她听着那些闲言碎语，心早就变黑了。沈氏，你不过是有几个臭钱，凭什么让我给你沈家当牛做马？就是那时他勾引了我，
还跟我咒骂沈家断了他的前程。后来我怀了孕，也就是现在的二爷沈父，他原本想借我的手毒死你祖母，可他胆子小，最后只能骗你祖母说是抱养的孤儿。他说你祖母死后会给我个名分，可我等到的却是他派来的杀手。他只是想利用我生下他自己的血脉，好夺了沈家的根基。篡改遗嘱，就是为了要把大房逼上死路，把沈家交给他的亲儿子。什么？二叔居然是祖父的亲生儿子？他篡改遗嘱是为了夺走沈家？二叔居然是祖父的亲生儿子？他篡改遗嘱是为了夺走沈家？娘要是知道了……沈之意，本宫向来惜才，本宫调查过你，这几年沈家二房钱庄亏空，你顺势推出存银送名贵丝绢的彩头，不仅稳住人心，反而让百姓疯狂存钱。你洞察人心，敢想敢做，天生就是做大生意的料。你是个聪明人，那对父子既然已经做到了这一步，绝不会善罢甘休。只要你离开谢宴，本宫便让方嬷嬷做人证，帮你将他们钉死在耻辱柱上，兵不血刃地夺回沈家。不仅如此，本宫还可以给你皇商的特权，让你们的生意再上一层楼。你是商人，最懂权衡利弊，一个是前途未卜，还会带来无尽麻烦的赘夫，一个是唾手可得的荣华，大仇得报的痛快。这笔买卖，本宫相信你一定知道怎么选。公主殿下，您说的对，我是个商人，但我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怎么，嫌不够？不是，民女拒绝这笔交易。二房的烂摊子，我有手段清理。我自信凭我的本事，一样能让沈家生意蒸蒸日上。我沈之意不会拿感情和男人换取商业上的筹码，还请公主恕罪。她可是高高在上的公主，被我这般当面拒绝，定要大发雷霆了。好一个沈之意！谢燕那个死脑筋的闷葫芦有什么意思？本宫今日来不过是想试探你。试探什么？试探你配不配得上本宫的另眼相看。说实话，本宫现在对你更感兴趣。我用那种眼神看着本宫做什么？这世道做女子难，做当家女子更难。沈府三代皆是女子当家，本宫又是大雍唯一的公主，除了你，谁还能懂本宫身居高位步步为营的难处？所以公主今天来是为了试探我。那谢燕，本宫身为公主，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若为了个臭男人去得罪真正的盟友，那我这些年的后宫斗争岂不是白斗了？可公主若不爱谢燕，为何要让皇帝赐婚？本宫每年资助的书生没有几千也有几百，好不容易才出一个连中3元的状元。但是本宫的投资既然有才华，自然要为我所用，让他做驸马，只是确保这把利刃握在我手里。至于男女之情，那是给寻常女子洗脑用的。本宫有的是力气、手段和银子，找些漂亮、干净、听话的男子解闷儿，难道不比这些硬邦邦的木头强？这样的好日子，我也想过啊。沈之意，我知你也想在这世道里活出个人样，那就别把自己困在儿女情长里。走，本宫带你去个好地方，让你开开眼界。公主，这是南风馆，这可是……这儿怎么了？这儿的男子个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比那个只会读书的谢燕有趣多了。这是做本宫的盟友，你得学会享受权势带来的快乐。今晚本宫请客，看中谁直接带走。这件不行，显得我腰身粗重。你手里那件也不行，肩线不好看。大人，这已经是最好的绣娘连夜赶制出来的了，用的都是上好的云锦。您看这金线刺绣，多气派啊！这件颜色不对，显得我皮肤暗沉。大人，婚事太急了，这些都是绣娘压箱底的宝贝了，想必知意小姐不会在意这些身外之物的。你不懂，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首先就要抓住她的眼睛。你以为我这3年苦练的身材是白费的？你没看到芝芝看我的眼神吗？那叫一个走不动道。是。大人，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是不是知意来问我吉服准备的如何了？让他放心，我定会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迎娶她。不是啊，大人，沈小姐，她去烟雨楼了。烟雨楼，那不是金陵城最大的南风馆。什么？消息可有假？大人，保真。还没娶进门，他就要出轨了。贝芒，我倒要去看看是哪个不要脸的男人在勾引我夫人。殿下，你拿这个考验盟友，怎么样？本宫为你挑的可还入眼？放心，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经过精挑细选，身价清白，性格也都安分守己。最重要的是，腰特别好，都是练过的，又瘦又能干。哦，喜欢手好看的？他们的手每日用牛乳和花瓣精心保养的，又白又嫩。但你可别小瞧了，手劲儿大着呢。我们大女人就是要看这些才有力气讨生活啊。公主，您确定不是从书院里绑来一个不情愿的书生吧？小生苏沫见过沈小姐。小生幼时因灾荒流落金陵，是沈家当年的施粥救了小生一命。那时小姐赠了我一个馒头，小生至今铭记于心。抛绣球那日，小生其实也在台下，只是人微言轻，不敢上前。小生一直洁身自好，若小姐不嫌弃小生的出身，苏沫愿为小姐的入幕之宾。救命！我有点扛不住了。苏公子的情谊我心领了，只是我心中已有所属，此生不换。今日有幸得见，便只当是欣赏公子的才情，听一曲高山流水，足矣。哎呀，瞧你这笨手笨脚的。正好这后院引了温泉活水，最是洁净，去泡一泡，再换身干净衣裳。不必了，公主，天色已晚，我该回府了。本宫还没尽兴，你敢扫本宫的兴？去！这泉水着实舒服。谁？谢燕，你还知道我是谁？沈之意，你可真是好样的！前脚刚跟我海誓山盟，后脚就跑到南风馆寻欢作乐。你胡说什么？是公主拉我来的。你身上都是别的男人的味道，沈之意，你既已招惹了我，便要对我负责。我可是你的坠夫。天真，你以为你们两个人的决心就能对抗这世俗的眼光和人心的叵测？你太小看一个男人的自尊心了。谢燕，我有一事想问你。夫人尽管问。你当真不介意入赘沈家，不介意日后被人指指点点？若是将来遇见更情投意合的官家小姐，不会后悔今日的选择吗？不会，此生绝不后悔。我谢燕心中除了你，再也容不下旁人。祖母祖父当年的山盟海誓，何尝不是如此动听？人心易变，承诺终究抵不过岁月。谢燕，我们就到这里吧。你说什么？沈之意，你是不是有别的情人了？是谁？是那个弹琴的，还是那个长得像我的书生？到底是谁？你冷静点，听我说。我的祖父当年也是自愿入赘沈家，与我祖母有过恩爱不移的时光。可后来
权势、地位、闲言碎语将他彻底改变。他背着祖母与侍女生下私生子，更是在祖母临终前篡改遗嘱，妄图夺走沈家。他的爱在岁月里变得面目全非。谢燕，你有你的青云路，有你的大好前程，我不想有朝一日看着我们变成互相算计、彼此怨恨的怨侣。沈之意，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正因为如此，我才害怕。你我若止步于此，我们的爱就永远是最纯洁无瑕的模样。不如，就让这段记忆留在今天。止步于此，沈之意，那你是不是要和那个李景慈成婚？是。可是你根本不爱他。正因为我不爱他，他不爱我，这桩婚事才能长久。不过是利益交换，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你放我走！求你，别走，至少我身上还有你喜欢的地方，不是吗？沈之言，你要抛弃我，但你的身体依旧对我有反应。谢燕，放开我，放开我，停下，停下！谢燕，我不是故意的，你已经决定了？是。3年前，你抛下我的时候，没有问过我，如今还是要一意孤行。沈之意，我谢燕对你来说，究竟算什么？对不起。想嫁给别人，芝芝，你的夫君只能是我。这个亲，我抢定了。之意，你可算回来了。那安平公主，她有没有为难你？有没有把你怎么样？爹娘，你们放心，公主殿下她人挺好的。哎呦，那就好。这几天家里忙着给你筹备婚事，偏偏节骨眼上不在家，让那个什么公主跑上门来欺负你。公主殿下待我宽厚，并没有欺负我。爹娘对祖父之事毫不知情，如今为我筹备婚事，万分操劳。祖父的那些事，还是等大婚之后再从长计议吧。小姐，今日大喜，这只簪子不了，换一只吧，就那只赤金点翠的凤凰步摇。谢燕，从今往后，你是你的状元郎，我是我的沈家主。那只簪子所代表的一切，都该放下了。我的乖女儿，今日可真好看，一转眼你就要成亲了。哎呀，娘舍不得你呀。是啊是啊，爹也舍不得，以后就……娘爹，你们搞清楚，我是娶赘妇，不是嫁人，我还是住在沈府，哪儿也不去。你们俩哭什么呢？对哦，没错，咱们家是娶夫，是我们沈家添丁进口的大喜事。哭什么？该笑。乖女儿，来，这只手链是当年你娘给我戴上的，现在爹把它交给你，一会儿你亲手给你夫君戴上。爹，这么多年，您守在后宅，背地里那些外人笑话您吃软饭，您从来没觉得委屈过吗？
傻丫头，你爹我又不是聋子。当年我一无所有入赘沈家，外头骂我没骨气，卖身求荣，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要说心里一点不在意，那是假的。之意啊，日子是关起门来过给自己的，别人笑我没出息。可你娘在外面谈生意受了委屈，只有我能给她揉肩。这后宅几十口人的吃喝拉撒全靠我管家，没有我，你娘怎么在外面安心厮杀？老头子，更何况真正觉得委屈的，从来都不是我们这些入赘的男人。你看看出嫁的女子，既要伺候公婆，又要操持家务，事事以夫为天。最凶险的是还得去鬼门关走一走，替男人生儿育女，承受生育之苦。你爹我啊，没经商的脑子，不用在外头跟人勾心斗角，都是你娘在替我挡风挡雨。年你娘生你时，痛了一天一夜，爹在门外听着，恨不得替她去死。好端端的大喜日子，提这些做什么？之意啊，爹如今不用为了生计发愁，还能跟最爱的女人白头偕老，外面的闲言碎语算什么？爹这辈子比那些伪君子痛快100倍。爹，娘，女儿懂了。娘和爹也是女子当家，男子入赘，却恩爱了大半辈子。我的选择真的是对的吗？伯母、伯父，之意，吉时已到。今日是我沈家大喜的日子，之意招得贤婿，实乃我沈家之福。希望你们二人日后能相敬如宾，同心同德，将我沈家发扬光大。恭喜堂姐觅得良婿，祝堂姐与李公子百年好合。多谢各位今日能来参加我与之意的婚礼，我李景慈在此谢过。按照我沈家的规矩，新婿入门当由新娘为其戴上玉镯。之意，该你了。我不允许你嫁给别人，芝芝，我才是你新郎。那不是新科状元郎谢燕谢大人吗？何止是状元郎，他如今可是陛下钦点的巡查钦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抢亲？我想起来了，当初沈家大小姐抛绣球择婿，砸中的就是这位谢大人。我当时就说这两人有缘，没想到今日这出可比戏台子上唱的还精彩，有好戏看了。哎，王兄，给我来点。谢燕，你怎么会来这里？我是来加入这个家。什么意思？我不在乎你和他是真是假，我不在乎你这3年有没有过别人，我不在乎你相不相信我的承诺，哪怕没有名分，哪怕让我当你的小三，当你的情夫，只要能留在你身边，别丢下我好不好？哎呀，瞧瞧这孩子，真是情深意重啊！家中有要事处理，让大家看笑话了。来人，送客人们去别院。等等啊，沈夫人，这还没拜堂呢。我沈家的瓜是那么好吃的吗？芝芝，我知道你怕我像祖父那样变成反咬你一口的毒蛇。这是苗疆的琴骨，白色为母骨，黑丝为子骨。子骨入后，母骨在手，子骨的命全凭母骨定夺。如果我对你生出二心，
如果我怨你、恨你、背叛你，这只蛊虫就会咬穿我的心脏，让我七窍流血，不得好死。快吐出来！我不需要你为我做如此牺牲。吐不出来了。芝芝，现在我的命在你手里，你还要推开我吗？我都吃了，李公子不吃吗？谢烨，你疯了不成？你到底想做什么？非要毁了这场婚事吗？我才是沈家的赘婿。按理说，那日绣球砸中的是我，今日入赘沈家的也该是我。如今，我不过是想求李公子给我一个留下的机会。李公子竟然连这点容忍之量都没有吗？还是说你不敢吃这枚子果？你怕什么？难道说你日后会背叛之意？你，哼，好一个痴情种！这桩婚事我不结了，告辞。李公子，等等！既然李公子走了，那这赘夫就由我顶上吧。救命！谁能想到，3年前被我假死甩掉的俊俏小书生，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金陵最热门的状元郎谢烨，还在婚礼当天来抢亲了。我已向爹娘解释清楚，嫁妆也已入了神府府库。沈之意，这一次你再也别想甩开我。当年的事是个误会，我其实是为了……误会？当年假死是误会，我做了1000多个日夜的官夫，也是误会。不知你们沈家缺不缺一个新科状元做赘夫？可你的前程……你就是我的前程，沈之意，你别想再逃了。别再离开我了。谢大人折腾人的手段，怎么一日千里了？事关终身幸福，自然要不耻下问。为夫可是重金请烟雨楼头牌，悉心制教过，这还只是开胃小菜，更厉害还没使出来呢。没人，谢烨呢？糟了，起迟了。醒了，快来梳洗，我们该去给岳父岳母敬茶了。这就是赘夫的职业素养吗？娘，请喝茶。好孩子，你对之意的心意，娘看在眼里。之意要是对你不好，娘给你撑腰。多谢娘，我相信之意。爹，请喝茶。以后你就是沈家的人了，爹今日就把沈家祖传家规传授给你。不管在外多威风，回了家，夫人的话就是圣旨，这才是咱们男人的大智慧啊！爹，您教他什么呢？爹放心，小婿铭记于心。二舅，请喝茶。哎呦，这茶可真是烫手啊！谢大人，哦不，现在该叫你贤婿了。前几日查我们二房账目的时候，那叫一个威风。怎么，这才过了1天，就跪在我面前了？哎呦，这茶可真是烫手啊！谢大人，哦不，现在该叫你贤婿了。前几日查我们二房账目的时候，那叫一个威风。怎么，这才过了1天，就跪在我面前了？二舅，谢烨当时身为钦差，是奉皇命查案，公事公办。如今他是我沈之意的夫君，尽您是晚辈的本分。二舅莫非是想公私混为一谈，还是说二房的账目真的有鬼？您在意的很。哼，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当家主母，我倒要看看你护不护得住他。他一个新科状元，坠进我们商贾之家，这事儿要是传到宫里，这钦差的帽子还戴不戴得稳都是个问题，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老爷，夫人，不好了，宫里来人了！圣上有旨，宣谢烨即刻进宫面圣。
宁王殿下果然神机妙算，堂堂状元郎自甘下贱入赘商户，这可是触了天子的逆鳞，犯了朝堂的大忌。谢燕，我看你怎么全身而退。臣遵旨。谢燕，你真的要进宫面圣？夫人，我们都成亲2次了，还叫我名字吗？你是不是也得改口了？好了，夫君，你别逗我了，我们谈正事。必须回去。二房账册亏空只是幌子，背后牵扯的是朝中的大狱，此事若不尽早解决，沈家永无宁日。如今你不仅拒绝了皇上的赐婚，还顶着商贾赘婿的名声去见圣上，那些文臣肯定会在皇上面前弹劾你，皇上也不会放过你的。别怕，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没有跨不过去的死局。乖乖在家等我。听说了吗？新科状元谢燕拒了公主，跑去给一个商贾之女当赘婿了。斯文扫地，简直是我等读书人的耻辱！嘘，小声点，人来了。哟，这不是谢大人吗？几日不见，谢大人身上这铜钱味儿，倒是比书卷气重了不少啊。探花郎此言差矣，国之根本在于民，民之生计在于商。若无铜钱流通，何来万民纳税？若无税款充盈高铺，何来朝廷俸禄？既然你自诩清流高洁之士，不如将你每月的俸禄捐入国库，以全你的书生傲骨，如何？你强词夺理，有辱斯文。谢燕倒是长了一张好嘴。谢燕，朕钦点你为新科状元，将你视为国之栋梁，你就是这么回报朕的？你竟然跑去江南当一个商贾之女的赘婿，你让朕的脸面往哪搁？臣知罪，但臣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替陛下守住这大雍的江山。好大的口气！你为了美色自甘堕落，还能扯上江山社稷？朕倒要听听你怎么辩解。陛下，臣在江南查抄沈家二房账册，发现其亏空巨大，这是沈家二房伪造的，意图夺取大房家产的假遗嘱。陛下请看，这造假的纸张乃是皇家御用的诚心纸，皇室用品竟流落到商贾手中。沈家二房背后有宫里的人，臣起初也以为是宫中哪位贵人贪财，直到假遗嘱一事败露后，沈家大小姐在城外突遭劫杀。财帛动人心，商贾之间雇凶杀人算什么稀奇事？陛下，臣与那些杀手交过手，他们进退有度，用的刀法留下的兵器痕迹，皆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中死士。大雍朝的兵马皆在朕的掌控之中，除了朕的禁军，唯有镇守北境宁王手握重兵。谢燕，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污蔑当朝亲王是诛九族的死罪。臣不敢污蔑宁王殿下，只是沈家背后之人结交商贾，连走巨款，江南沈家富可敌国。若沈家落入二房之手，那沈家将会沦为背后之人的钱袋子，后果不堪设想。既然查到了军中，何不直接审问沈家二房？朕可是给了你钦差的身份。二房行事谨慎，60万两去向被抹得干干净净。若以钦差身份抓人，他们大可一死了之，但线索就彻底断了。唯有入赘沈家大房，臣才能深入沈家内部，拿到二房与背后之人勾结的私账。臣以身为饵，自毁清誉，实则是为了麻痹敌人，恳请陛下明察。好一个以身为饵！你如此自污名声，就不怕朕从此将你弃之不用吗？陛下，臣出身寒门，身后并无世家大族撑腰，如今臣连中3元，极有可能被各方势力拉拢，结党营私，他日必成陛下心腹大患。如今臣成了商贾赘婿，名声扫地，满朝清流文臣皆以臣为耻，臣在朝再无半个朋党。臣不要清流的美名，只做陛下手里最锋利的刀。好，哈哈，好一个孤臣，好一把利刃。谢燕，你替朕揪出了逆臣，立下如此不世之功，满朝文武谁敢笑你？朕今日就特批你入赘沈家，只要你替朕除了这块心病，朕不仅保你一世荣华，还要赐你的夫人一品诰命夫人。臣谢主隆恩。但你若是拿不到二房私账，这欺君与污蔑亲王的2项死罪，你就一并领了吧。臣遵旨。小姐，您要不要先歇息？姑爷他……没事，我不累。夫君，你回来了。皇上他
没有为难你吧？有没有罚你？没事了，我已将所有事一五一十地禀明了圣上。不仅如此，皇上让我暗中调查宁王与二房勾结的铁证。你的意思是，我们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比如二房与宁王暗中往来的私账？对。你们又找我这个快入土的老婆婆做什么？该说的你不都知道了吗？嬷嬷，我知道您恨祖父，但如今他们要毁掉的不仅是大房，更是祖母倾注了一生心血的沈家。你也是祖母的陪嫁丫鬟，难道真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得逞，让祖母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吗？嬷嬷，此事已非沈家私事，二房的背后是宁王。您若能助我们找到那本私账，便是为国除害。更何况，这也是为您自己讨回一个公道。老爷他一辈子都活在老夫人的光环之下，心里自卑又怨恨，最讨厌别人说他吃软饭。表面上看账本管内宅，其实最恨的还是因为入赘没能参加科举。他根本没有读书的天赋，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可偏要装出一副怀才不遇的模样，一个人在二房的藏书阁就是一整夜，还不许下人打扰。他曾喝醉酒跟我炫耀，说总有一天能用藏书阁里的东西把看不起他的人全都踩在脚下。我当时只当他喝醉了发酒疯，现在想来分明有所依仗。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二房的藏书阁。半个时辰，整个藏书阁都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了，怎么还没找到？怎么会？难道方嬷嬷记错了，还是东西被转移了？知意、谢烨，你们大半夜的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哟，大姐大姐夫，你们快瞧瞧，这新婚燕尔的不在房间里待着，跑到这废阁楼里，不会是觉得刺激吧？堂姐，你可真是不知廉耻！放你爹的屁！沈父沈娇，你们嘴里放干净点，大半夜带人围着主家，谁给你们的胆子？看看你教的好女儿，带着一个外人偷偷潜入二房，翻找我这个糟老头子的旧物。他这是想干什么？是要栽赃陷害我这个糟老头子吗？本官乃朝廷钦差，奉皇命查办江南要案，你们围堵朝廷命官，是想造反吗？钦差大人好大的官威，只是不知谢大人大半夜的查到什么了。谢烨，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这辈子你们都别想抓到老子的把柄！什么都没查到，还擅闯长辈私宅，图谋不轨！我沈家容不下这种目无尊理的赘婿！来人，把他们俩给我拿下，家法伺候！我看谁敢动他们！方嬷嬷，你怎么在这里？你没死，你怎么会在这里？方嬷嬷，你没死，你怎么会在这里？嬷嬷，您终于来了！这老狐狸一直跟我们装傻，我都快接不下去了。辛苦嬷嬷了。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早就知道了。没错。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二房的藏书阁。等等，不对，虽然他在意读书，但最在意的还是人前的面子。老夫人过世后，他几乎日日去灵堂，对外说是思念亡妻，可他那样唯利是图的人，怎么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个死人身上？除非灵堂里有比他性命还重要的东西。嬷嬷的意思是，真正的私账藏在祖母的灵堂里。看来我们需要演一场调虎离山之计了。今晚我和夫君故意来查找藏书阁，就是为了给方嬷嬷留出足够的时间，拿到真正的私账。不，还给我！那是我的命根子！你这个贱婢，把东西还给我！李万全，你没想到吧？当年你派杀手将我逼下悬崖，我在那崖底吃了3天的死老鼠，才被公主救下来。老天爷不收我，就是为了让我亲眼看着你这畜生是怎么作茧自缚的。大小姐，你娘这辈子在外面叱咤风云，却瞎了眼养了这条毒蛇。她不仅偷偷调换了遗嘱，二爷沈父更是她在外头跟我生的野种。她做的一切就是要让她的私生子霸占沈家的100年基业。你说什么？沈父是你的亲生儿子？你这个老畜生！我娘为了沈家操劳一生，你居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养万史生野种，还改了他的遗嘱！你要逼死我们大房，你还是个人吗？不关我的事。爹，那些私盐和兵器的账都是你让我记的，跟我没有关系。是与不是，这本账册上写的清清楚楚。沈老太爷，这诛九族的死罪，你们二房就留着去诏狱里跟锦衣卫慢慢交代吧。
娘爹，其实祖父和二叔的真实关系，还有遗嘱的事，女儿前几日就知道了。你早就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是安平公主，她带着方伯母来找过我。公主找你？她是不是拿这件事威胁你了？我的乖女儿，你为了让公主把方嬷嬷交出来，是不是受委屈了？你答应她什么条件了？没有，娘您别紧张，公主没提什么过分的条件，她人其实挺好的，不仅没为难我，还说我投了她的眼缘，特意带我去开眼界了呢。哦，公主带着见什么大世面去了？去了金陵最大的。哦，为夫也想听听公主带你去见了什么世面。公主是带我考察了一下最近金陵城里那些贵妇千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咱们沈家的商业发展。你呀你，从小就鬼主意多，既然你早就知道，为何瞒着娘？娘这阵子为了我的亲事日夜操劳，我怎么忍心拿这种事烦您？更何况祖父毕竟是您的父亲，我怕您心里受不住这个打击。乖女儿，真的长大了，都知道心疼娘了。娘虽然伤心，但娘是个商人，最懂得及时止损。她不把我当亲生女儿，要毁了沈家，那她就不再是我爹。她自己闯下这滔天大祸，她自己去担。娘在乎的只有你和你爹。娘，之意，谢燕，你们不要因为老太爷对感情、对未来失去希望。入赘从来不是变心的理由，贪婪和自私才是。娘看得出来，谢燕是个好孩子，只要你们俩心在一块儿，这日子就一定能过得比谁都红火。就是，你娘说的太对了。看看你爹娘，我们恩爱了半辈子，那可是金陵城的模范夫妻。就说昨晚吧，你娘还窝在我怀里夸我。闭嘴！老不休的，当着孩子面胡咧咧什么？哎呦，夫人轻点儿。行了行了，大半夜的，让这小两口早点歇着吧。明日谢宴还要上朝面圣呢。岳父岳母走了，夫人是不是该跟我好好交代一下，在南风馆里到底怎么开眼界了？夫君，你听我解释。谢燕，你这次可是给了朕一个大惊喜，没想到你查案抓人入赘，样样都出色啊！陛下谬赞，此案能破，全赖之意在沈府周旋，臣能全身而退，多亏了他。哦，沈之意，朕记得当初谢燕为了拒婚，可是信誓旦旦地跟朕说，她心中已有亡妻，此生不娶。怎么，这还没过多久，谢爱卿就有了新人？陛下，其实并无新人，谢燕口中的亡妻便是民女。3年前因沈家变故，民女不得不假死避祸，这才有了这桩误会。好啊，好一个假死避祸，好一个亡妻重逢！你们二人的经历简直比宫里那些话本子还离奇。罢了，既然是误会一场，朕也不予追究。此案平定，沈家二房勾结宁王谋逆的罪证确凿，你们二人立了大功。说吧，想要什么赏赐？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绝不能错过。陛下，民女确实有一个不情之请。哦，说来听听。沈家在江南的铺子虽盈利尚可，但缺一个响亮的名头。民女斗胆，想请陛下为沈家商行赐字。不仅如此，民女还想请陛下入股。陛下息怒，是以他不懂朝堂规矩，臣愿代他受。闭嘴！让朕听听，这位沈家大小姐到底有多大的胆子，敢跟朕谈生意？沈之意，你沈家因二房谋逆，差点被满门抄斩，如今你又要将朕拉入局，你图什么？陛下，民女图的是大雍的百年安稳，也是沈家的长治久安。沈家在江南的铺子涵盖衣食住行，天下人可以一日不读书，却不能不穿衣吃饭。民女此举是要将金陵的经济命脉交到陛下手中。哦，这商行赚来的钱，民女愿意每年按时分给皇家司库3成，还愿拿出其中的5成作为赈灾款。这5成，你打算怎么用？每逢水患旱灾，这笔钱将直接以皇室的名义发放到灾民手中，替陛下分忧。沈之意，
5成的纯利，你可知是多少白花花的银子？你若全留在沈家，足以让你富可敌国，你舍得？钱财乃身外之物，若天下不太平，沈家再有钱，也不过是别人案板上的鱼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民女此举，一是为替陛下分忧充盈国库，二是为沈家彻底洗清嫌疑。好一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谢烨，你这坠人的眼光比朕挑状元还要毒辣呀！陛下圣明，臣的眼光向来不错。准了，这3成的利，朕收了。你这沈家商行的牌匾，朕亲自题字。草民微臣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芝芝，你今日为何要主动提出捐出5成利润？沈家二房虽然犯事，但你不必如此自损利益。你以为我只是想做善事吗？沈家二房勾结宁王，这是谋逆的大罪。即便陛下现在放过我们，以后也会心存芥蒂。我今日这一出是向陛下投诚，拿钱赈灾，不仅能收买人心，更能让陛下看到沈家的忠心，将沈家的利益与陛下的私库捆绑。只要沈家倒了，陛下的钱袋子就瘪了，他自然会保我们。这一步棋才是真正的一步登天。夫人受苦了，为了护住这个家，你算尽了心机。不苦不苦，有陛下撑腰，这金陵城里谁还敢为难我沈之意？谢状元，你以后在朝堂上若想仕途平稳，可得多巴结巴结你这位夫人了。大庭广众的，你干什么？我这就回府，好好巴结夫人。